大家好，我是恐龙妈妈。不知道大家听说了这个新闻吗？热腾腾的新 HSK 考试大纲已经出炉啦。是的，就在3月24号，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发布了最新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其实这也就是相当于新 HSK 的考纲。如果你想知道新 HSK 有哪些变化，对你的汉语学习和考试准备有哪些影响，就一定要仔细看看这篇介绍啊。对了，如果你需要这份最新的考纲资料，早早开始准备，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点击小铃铛，并且给我留言吧。我会把这份资料分享给留言的各位的。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简单来说，新的 HSK 有3个特点：更细了，更多了，更难了。什么？更难了？是的，看到这份长达260页的考纲的时候，我也很吃惊。我们从第一个特点开始说吧。什么叫更细了？因为2个原因。第一，它把级别区分得更加细了。请看一下这张表。以前的 HSK 是分成6个级别，但是新的标准就分成了3个等级，9个级别。特别是高等部分，以前认为6级就算是最高等级。不过根据新的标准，新的高级考试是用1张考卷来考，根据考生最后的得分，才区分出属于7级、8级还是9级。第二，它把要求的语言要素也分得更细了。以前的考纲只标注了要求的词汇和语法功能，但是新的标准明确地提出了音节、汉字、语法、词汇这4个语言基本要素，甚至在后边把1到9级要求的音节、汉字、语法、词汇都列了出来。这也是这份标准长达260页的原因之一。下面来看看第2个特点，什么叫更多了？首先是要求的词汇量大幅增加了。请再看一下这张表，原来的1级要求理解150个词语，2级300个，3级600个。但是在这份新的标准中，1级就需要知道500个词语，这几乎相当于原来的3级水平啊。新的2级需要知道1272个词，相当于原来4级的水平。新的3级要知道2245个词，相当于原来的5级水平。所以对中低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来说，需要掌握的词汇量大大的增加了。这当然会让一部分的考生觉得更难了。不过从好的方面来说， HSK 证书的含金量也就更高了。其次，什么变得更多了呢？语言交际能力的要求就增加了一项。原来我们知道学习外语的时候，常常分成听、说、读、写4个部分。HSK 的笔试考到的只是听力、阅读和写作这3个部分，但是在新的标准中
增加了翻译这个新的要求。具体是把外语翻成汉语，还是把汉语翻成外语，现在还没有仔细说明，我们可能要等到例题出来以后才能知道。另外，对于写汉字的要求也提高了。1级要求会手写100个汉字，注意这里强调了手写，不是打字。2级要会手写200个汉字，3级要会手写300个汉字。这个新的标准甚至明确地标出了写汉字的速度，比如1级1分钟最少能写10个字，2级1分钟最少能写15个字，3级1分钟最少能写20个字。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什么呢？首先，现在不光要会认词语，还要根据标准提供的汉字表练习写汉字。同时还有一个熟练度的问题，只有通过多练习，这样才能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很快地写出他要考的字。总而言之，因为更细更多了，所以新 HSK 考试也变得更难了。至于大家关心的词汇本身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通过初步的比较，答案是对，因为老的词汇表里包含了很多现在已经不常用的词语，比如说传真等等。所以新的词汇表里去掉了这些词语，加入了很多最新的生活中常用的词语，比如说在3级的词语中就出现了爱心、超级，甚至世界杯这样口语中常用的词。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每个级别的词语或者语法的话，就给我留言吧。以后我会尽量制作更多关于每个级别的词汇和语法的视频的。好了，今天关于新 HSK 标准的介绍就说到这里了。大家想要顺利地通过考试，就要通过平时的勤学苦练呀。欢迎您继续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啦。See you next time!